树妹突然不理萧景云了，不再缠着他，不再惦记他，冷着脸毅然决然地说：这辈子打死我都不会再爱你。萧景云从不屑到不安，最后慌了神。下月初8不是什么好日子，婚礼暂缓吧。不等我开口，他挥手打断：又不是不娶你了，晚几个月都等不得吗？我望着被他撕碎的婚书，沉默了下来。我只是想要提醒他，我早已及笄，不嫁人便该进宫选秀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选秀，原来也不需要我提醒。萧景云的身边人向来妥帖的，他一声嗤笑，整个京城谁不知道他于之是我的人，皇兄怎会选他入宫？快少些废话了，阿婉该等不及了。脚步声匆匆远去，我扶着桌面，到底支撑不住，跌坐在地上。萧景云又去找于婉了。自从3个月前于婉落水，就变了个人似的，不再缠着萧景云。萧景云也变了个人似的，开始在意他，讨好他，如今更要为了他推迟我和他的婚期。姑娘，这是……秦心进来，一脸讶异，地上洒满了纸屑，是我和萧景云的婚书。13岁那年，等不得我及笄，萧景云就向父亲求娶我。婚书是他一笔一画亲手写就，婚期是他反复掐算，不能太早，我会想家；不能太晚，他会等不及。还要是个黄道吉日，逼我和他百年好合，白头到老。可刚刚，他好看的眉毛拧在一起，满脸的不耐烦。婚书而已，撕了重写一份不就行了？亲手将它撕了个粉碎。姑娘，我去喊老爷来。我拉住秦心的手，轻笑着摇头。变了心的人，岂是父亲能拉得回头的？更何况萧景云和于婉，父亲何尝不知？一直到晚膳时，萧景云和于婉才回来。于婉手里拿着根糖葫芦，蹦蹦跳跳的，自己吃一口，喂萧景云吃一口。抬眼见到我，哎呀，忘记给姐姐带了，把糖葫芦递给我，诺，让给姐姐吃。眼底是明晃晃的得意和挑衅。我撇过脸，旁人用过的东西我不要。于之，萧景云突然站起身，将桌上的茶盅拍得叮当响。你什么意思？这儿，父亲出声，不就一串糖葫芦？目光沉沉地望着我，突然想到父亲昨夜找我的谈话。这儿，靖王有意让你和婉儿同日进门。这儿啊，父亲知道靖王曾允诺你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可眼看宫里那位熬不过今年冬日了，这天下迟早是靖王的，届时那后宫还能只你一人。你把性子收敛些，婉儿毕竟是你妹妹，日后还能有个照应，明白吗？指甲陷入掌心，舌尖溢出腥甜来。不要就不要。于婉猛地将糖葫芦扔在地上。我就知道你就是瞧不起我，捂着脸跑了。阿婉，萧景云追上去。婉儿，父亲也追上去。我松开五指，一滴眼泪落入茶盏。我和萧景云算不上青梅竹马，他是高高在上的二皇子，我是不起眼的鸿胪四卿之女。9岁之前，我们没有任何交集。9岁那年，万朝来贺，我亲眼看着他被体型彪悍的大汉掳出行宫，追了上去。我和他一起做了3个月的人质，番人打他，我挡着；番人我把自己的口粮塞给他；番人戏弄他，我把他护在身后。他是我大楚最尊贵的二皇子殿下，你们敢少他一根头发，就不怕什么都得不到。那时的想法其实很简单，我父亲是鸿胪四卿，那场招待番邦来客的宴会是他一手操持，二皇子却在宴会上被掳走。若再有个意外，父亲难逃罪责。可那之后，萧景云粘上了我，吃饭要我陪着，睡觉要我伴着，连去太学都要带着我。没有我，他就坐立难安。那时他常说，芝芝，我恨不得全天下的人都消失，就只剩我和你。自然是不可能的，甚至我总会有头疼脑热，没法陪着他的时候。于婉就是这种时候到他身边的。他穿着我的衣裳，戴着我的首饰，挂着我的香囊，打扮成我的模样，
缓解萧景云的躁郁。他明明连他的正脸都不愿多看一眼的。我擦掉眼泪，起身，回到房间，桌上摆满了衣裳首饰。秦心小心地看着我，李嬷嬷刚刚送来的。我又想起昨夜父亲的话，选秀你就去走个过场，太后想找人冲喜，陛下不会选你的。秦心红了眼，姑娘真的要去选秀吗？全京城都知道您与靖王殿下10日后就要成亲了，如今这般。我笑了笑，握紧了盘子里的金簪，要去的。萧景云带鱼婉去打猎了，临走前他让我反思己过，最好我们回来你能给阿婉道个歉，否则那件银狐披风可就不给你了。我的身子替他受过几次鞭刑，到了冬日极其畏寒。多年前他就说要给我制一件最暖和的银狐球衣，可银狐难猎，此次他若能再猎得一只，那件球衣才算能成。我关上了窗，鱼之你不可理喻。萧景云甩袖而去。10月初时，我和萧景云原本成亲的日子，京城格外的冷清，连家中婢女都不敢大声同我说话。我烧掉了从前萧景云送来的庚帖，剪碎了原本该在这日穿上的嫁衣。至于凤冠，直接拆掉，让秦心拿出去，卖了个好价钱。选秀前夜，萧景云仍旧没回，倒是给我送了封信。行了，本王堂堂7尺男儿，就不同你一小女子斤斤计较了。你猜我和阿婉给你带了什么好东西？明日选完秀，乖乖在宫门口等我。我无视了上面若有似无的口制印，将信烧掉。第2日，父亲送我出家门，像是怕有差池，往我腰上挂了一块玉佩，是当年萧景云来提亲时拿来的龙凤佩，他母妃的遗物，龙凤呈祥。我看着玉佩上亲昵交缠的一龙一凤，扯下扔出了郊外。皇宫门口聚集了不少马车，当今圣上20有1，是先帝的嫡长子，年少登基，18亲政，只是身娇体弱，不仅后位空悬，后宫都是空空如也。入秋时他又大病一场，之后太后懿旨，凡及笄而未婚嫁的官家女子，皆在10月18入宫选秀。因此各家都在流传，陛下撑不过今年冬日了。太后此举只为冲喜。我跟着各家贵女们安静入宫，虽都隐隐知道原因，贵女们也并未怠慢，个个花团锦簇，面如芙蓉。只是一组又一组的人进去，一组又一组的人又出来，竟是一个都没留下。轮到我时，我不由心下打鼓，背后都渗出薄汗来。户部尚书之女沈氏，征远将军之女杜氏，鸿胪四卿之女于氏。贵。大殿十分安静，呼吸声、脚步声、心跳声。待真正看到明黄色的靴子出现在眼前，心跳声盖过了所有。可他并未因我停留，只少息，他往左走一圈，往右走一圈，然后完成任务似的，又要转身。就在这一瞬间，我抓住了靴子上方的衣摆，抬头就撞入一双清寂的眼。其实我见过萧景晨，我虽陪着萧景云出入太学，毕竟是女子，不可进入课堂。太傅授课时，我就在外面等着。时日长了，难免无聊。有次溜号，撞见一个清俊少年，衣裳穿得华贵，却削瘦得很，寂寥地站在一棵桑树底下。你想吃桑葚吗？我问他。其实我也眼馋那桑葚已久。我在扬州长大，幼时做的最多的事就是爬上后院那棵桑树，听着蝉鸣，吃着桑枣，好不惬意。可惜父亲做了京官后，就不许我这样了，要我学着京中贵女，走得婀娜，坐得端庄。你想吃，我帮你。我3下5除2，从树上摘了满满一手帕的桑葚。那之后，我常常在太学周围遇见他，有时一起听听鸟叫，有时一起抓抓蝉虫。我还带他捕过鱼。树枝将鱼从溪底插上来时，他那嘴角咧得像丛梅那样开怀的笑过。我一直以为他是哪个不喜读书的世家公子，我没问过他名字，因为不想要他问我的名字。在我还不知婚书为何物的年龄，萧景云已经把聘礼送到我家，不许我跟任何外男来往。我跟他说，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，
知道吗？直到有一日，萧景云下雪早和我一道遇见他。皇兄，你怎么有空来这里？拉着我要我跪下，还不给陛下行礼。我惊的话都不会说了。那之后我再没溜过号。萧景琛也再没去过太学。此刻我紧紧抓着他绣着龙纹的衣摆，他比2年前更显削瘦，也更加苍白。不解地看了我片刻，随即眼底划过一丝愠怒，皱着眉头就要扯开他的衣摆。我死死地抓着，甚至跪着往前挪了一小步。救我！我无声地对他说，救我，求你！我知道他的想法，选秀是太后懿旨，不是他心中所愿。他根本没打算选谁为后，将死之人，他不愿连累任何人。可我愿意的，我愿意做他的冲喜新娘，哪怕他活不过这个冬日，我去给他守灵，守一辈子灵。我不要嫁给萧景云，好恶心！我望着萧景琛，眼泪不住地往下掉。萧景琛愣住，黑色的瞳仁里犹如有困兽在挣扎。我更加用力地拽他的衣裳，手臂上用簪子划破的伤口终于裂开，鲜血顺着袖子往下流，滴落在地上。御医！萧景琛的脸一瞬更加苍白，俯身就抱起我，赵四，传御医！我顺势抽走他手上的玉如意。赌赢了！我擦掉眼泪。萧景琛抱着我，转身就往偏殿去。今日宫中有要事，非通传不得入内。萧景云和于婉等在宫门口，眼见贵女们带着婢女一个个的出来，又一个个的消失。萧景云看了看日头，不耐烦地啧了一声。于婉搓着手，云哥哥，你确定阿姐收到信了？萧景云轻嗤，我的人做事还能有差错？那阿姐是不是故意把我们晾这里？于婉撅着嘴，小声嘀咕，都说了阿姐不喜欢我，不会同意我进门。她不同意又如何？本王还需看她脸色。萧景云一把将于婉捞到怀里，银狐披风都给你穿着了，还冷？于婉轻哼，冷又如何？反正等不到阿姐，你也不会带我一个去泡汤泉。萧景云扬眉，又往宫门处看了一眼。其实以他的身份，要进去没人敢拦，可他偏不想。他已经主动写信给他台阶了，还要他凑上前去找他。到底是这些年太惯着他了，难道是被陛下留下了？于婉又道。萧景云嗤笑，留下他当宫女？走，带你泡汤泉去。萧景云拉着于婉就走。无论于之是在宫里磨磨蹭蹭不出来，还是早早归家不与他知会一声，无非是同他置气。拿瞧，要他哄他。从前是他离不开他，如今玉如意有主了，皇后娘娘选出来了。有人在宫门处兴奋地议论，竟然不一样了。于婉嘀咕，又道，云哥哥，不如我们去看。看什么？还能是你阿姐不成？萧景云头都没回。如今是于之离不开他，离了他，全京城还有谁敢娶她？他就好好等着看他要如何低头来求他。御医给我包扎了伤口，宫女拿了套全新的衣裳给我换上，工人们都很有眼力见，做完事情就速速退下，只剩我和萧景琛。我悄悄打量了他一眼，果然沉着脸，做了10年皇帝的人，即便面容苍白倦怠，可脸一沉，便压抑得让人不敢直视。我低下头，抠着手，自己画的。他问，气息更沉了。我的头埋得更低。为何？苦肉计，博同情呗。我没敢吭声。他压着步子走近，沉沉盯着我，良久，突然叹口气，疼吗？我抠着手心的手一顿，抬头，也不知怎的，鼻尖一酸，竟真的落下泪来。其实过去很多年了，我和他相处的那段时光，也才短短的3个月而已。可他竟然还记得我怕疼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也仍旧只有他。父亲见我受伤，会说贵女淑雅，忍字头上一把刀。萧景云见我受伤，会说当年我边伤都受过。这点小伤小痛的，
算个什么？只有他会问我疼不疼，会在每次见我时都带上一罐伤药。萧景琛还真拿出一罐伤药，放在我身侧。我又忘记哭了，怔怔地望着他，一时竟仿佛时光从未流走过。他也看着我，抿着唇角，一脸严肃，无奈地叹口气，转身要走。我拉住他的袖子，要不要去捉鱼？早就入冬了，京城的冬日湖面结冰，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凿冰垂钓，可真冷啊。我们大概是穿上了宫里最厚的球衣，旁边的太监急得直跳脚，但我和萧景琛早就有了默契。他一个凌厉的眼神，工人们全都退散。我专心下饵，放线，一见丝线异动，我和他对视一眼，后撤，拉杆，收线。好大一条，我强忍着才没在冰面上蹦起来。萧景琛眼底也溢着浅淡的笑意，不约而同继续下饵，放线，一直到傍晚时分。我偷偷碰了一下他的手背，还好，热乎的，我也不冷，背后还出了一层薄汗。没想到被他发现了，他的手一顿，抬眸看我，我心下一跳，慌乱的垂眼。下一刻，手被握住，萧景琛直接将我的手握在掌心。走吧。他的掌心微微出汗，带你去见母后。我们回去换了身衣裳。太后是萧景琛的生母，却不是萧景云的生母，因此在这之前我没见过她，只听萧景云提过，她对萧景琛宠爱万分，捧在手里怕摔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，为他的身体更是操碎了心。所以其实我有些担心，怕他会骂我。想不到他十分慈善，大概早从工人处得了消息，见到我没有意外，还留我用晚膳，给我舀鱼汤，夸我钓起来的鱼实在鲜美。一直到萧景琛被朝臣叫去御书房，他才淡下笑意，显出疲惫。你当真愿意嫁给臣儿？他问我，我当即跪下，臣女愿意的。你可知？他顿了顿，神医断言。我点头，臣女知道的。神医断言，萧景琛没2个月可活了。你不嫁靖王了？我摇头，靖王已经撕掉与臣女的婚书，臣女与他再无干系。你可知臣儿没有子嗣？若臣女知道的。萧景琛没有子嗣，也没有其他兄弟。若他过世，就是萧景云继位。臣女还知道，没有子嗣的妃嫔，或削发清修，或守灵半生，或引朕殉葬。但臣女愿意的。我握住太后的手，太后娘娘，无论将来是陪您青灯古佛，是守着陛下陵墓，还是以身殉葬，臣女都愿意的。太后的眼眸骤然通红。好啊，真是个好姑娘。她轻轻拍我的手，如此，臣儿想做什么，你便陪着她吧。凡事她开心就好。萧景琛当然会开心。我其实挺了解他的喜好。那3个月里，我不知道他是皇帝，他也不知晓我的身份，什么话都同我讲。我知道他不喜欢那些生涩难懂的文章，喜欢刺激离奇的画本子。我知道他不喜欢寡而无味的清淡饮食，喜欢激得人流泪的辣口。我还知道他喜欢翻墙离家，偷偷跑出去玩耍。白日他上朝，我去藏书馆给他找画本子；他处理政务，我去御膳房给他准备膳食。夜晚我们就一起出宫。很多时候我都忘记他是个体弱的病人。他不发病时，除了苍白些，的确看来与常人无异，只是早晚都会呕一口血。服侍我的宫女讨好我。自从娘娘来了，陛下呕的血都少了许多呢。其实我和萧景琛还没大婚，虽说是为了冲喜，毕竟是帝后的婚事，再仓促也需10天半月准备。但我一直没回家。有一日在宫外，竟然还撞见了父亲。他满目震惊地看着我和萧景琛，恼怒、胆怯、不解、痛心等等情绪全都精彩地掺杂在他脸上。据说他找过萧景琛好几次，要见我，都被萧景琛拒了。我知道他要找我做什么，无非是想骂我一顿。靖王虽要玩和你同日进门，可你才是王妃，将来就是正儿八经的皇后，大好的尊荣锦图不要，非要嫁一个将死之人，你疯了吗？
可惜当下帝王在侧，他再怎么抖唇，也不敢过来说半个字，只能遥遥一个行礼，黯然离去。闲暇时我也会看些画本子，画本子里也不乏冲喜的故事，什么昏迷多年的富家公子，娶了贤惠的妻子之后突然醒了，什么重病多年的世家子弟，得了美娇娘之后一展雄风，一夜7次。怎么我进了宫就没那么灵验呢？那小宫女又讨好我。奴婢听太后宫里的嬷嬷说了，太后娘娘可是找法斋寺的大师算过。真的？大师原本也说陛下命数将尽，别无他法，就3个月前突然说天降奇星，娶妻冲喜，或有奇迹。奇星啊！我站在镜子前瞧了又瞧，没瞧出我哪里有奇星的样子。哎，7日后，我和萧景琛的婚期终于定下来，居然在1个月后。大师都说了要娶妻冲喜，冲喜的话本子也都是从新娘子过门开始写，居然还要再等1个月。这日我实在在后宫等不住，气冲冲往勤政殿去。走到半途，就碰到萧景云亲昵地搂着于婉。吱吱，萧景云似乎很意外会在这里看到我，下意识就放开于婉要过来，下一瞬想起什么，重新搂回于婉。我和阿婉刚刚回京，见过皇兄就回去。他扬着下巴笑起来，怎么这么一会儿都等不得，找到宫里来了？我满脑子都是如何与萧景琛理论，一时没反应过来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但我也懒得琢磨，转身就往勤政殿去。于之，萧景云大喝。我皱眉，转身，大庭广众大喊臣女归明。我冷冷看他一眼，王爷请自重。于之，萧景云咬牙，你竟还不知悔改？你知道我今日进宫来做什么吗？我看了眼他身边笑容得意的于婉，管他们呢，继续转身。本王现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现在回头过来认个错，不然待会儿我就禀明皇兄，你是宠生娇，不可一世，降你为妾。我脚步顿住，终于明白他在说什么。此前听闻他打完猎回来，又带着于婉去泡汤泉了，想来是男欢女爱太过令人沉迷，竟连京中消息都不闻不问。我回头，萧景云显然松了口气，压下上扬的唇角，伸出手过来。我正要开口，身边的小宫女气喘吁吁地赶到，朝我扶了一礼，娘娘。萧景云的表情一瞬石化，一直到勤政殿，亲眼看着萧景琛牵过我的手，萧景云都像没反应过来，怔怔望着我，嘴巴张了又张，硬是没发出丁点声音。于婉倒淡定得很，妥帖的行礼，然后拉了拉萧景云的袖子。萧景云茫然地看看他，看看萧景琛，又看看给萧景琛嬷嬷的我。靖王携女眷前来，所谓何事？10年帝王，萧景琛自然是不露声色的，披着折子，眼皮都没抬。萧景云仍旧没想起行礼，看看我，你，又看看萧景琛，皇兄，王爷携臣女前来，是欲贺陛下与阿姐欣喜。阿婉许久未见阿姐，甚是想念。于婉沉着地接过话，目光扫过我时，露出一丝幸灾乐祸。萧景琛抬头，他马上敛住那点细微的表情。跪安吧。萧景琛淡淡扫2人一眼，于婉马上跪下。萧景云握着拳头，没有动。王爷。于婉低声。萧景云额头的青筋都像要爆出来，盯着我的双眼，骤然通红。臣弟。他朝着我2人跪下，告退。倏然起身，抬步就走。于婉慌忙跟上。我垂着眼。萧景琛握了握我的手，到底没聊成婚期的事情。萧景云前脚刚走，又来了几名大臣，我只好退了出去。下午时，太后遣人送来了我和萧景琛的合婚书，上头日期时辰都写定了，连太后都点头同意了。罢了，她开心就好。于是我也就致力于哄萧景琛开心了。我看画本子里的冲喜新娘，总会做些出其不意的事，什么准备膳食，把盐当成糖了；什么给昏迷的夫君暖床，结果把他踹下床了。我有样学样，每日给萧景琛送甜点，
又把被子抱去了他的承乾宫。甜点全被萧景琛赏给工人了，被子嘛，他总赏不走。我和他干躺了几日，有一日福至心灵。难道冲喜的关键在同房？于之，萧景琛咬牙打断了我的遐想。真的，我试图说服他，画本子里病入膏肓的公子到了床上都能揶揄数次，说不定正因为阴阳调和。赵四，萧景琛朝外喊，去把凤鸣宫的画本子都给震烧了。你是不是不行？画本子里还说了，不能说男人不行，一说这2个字，死了的男人都能从土里蹦出来。瞧，他没骗我。刚刚还离我8丈远的萧景琛一个翻身把我压在身下，你身上火热热的。我眨眼望着他，他的眸色深了又深，喉结滚了又滚，最后一咬牙，抱着被子走了。这一招都不灵啊！我实在有些烦恼。更烦的是，萧景云一改常态，频繁进宫，我几乎日日都能撞见他。他倒没有像那日在御书房下一刻就要抱起的样子，他还向我行礼，只是在抬头的瞬间，嗤声一个冷笑。我根本懒得搭理其中深意，见到他就绕道走。可我没想到，事情的转机竟然在他身上。那是一个下雪天，距我和萧景琛的大婚还有7日。一大早，我发现了萧景琛枕下的银票、录影，好几套的新户籍。他也不再遮掩。大婚当日，凤仪宫失火，皇后葬身火海，从此世上再无于之。我愣愣望着他，万万想不到他竟然在打这样的主意。他第一次这样亲昵地唤我，皇陵也好，古寺也罢，你的归宿本就不该如此。你和该是自由快活的鸟，天高海阔，捕鱼啄果。我的下半生，你替我活，好不好？我不想在他面前哭的，可是眼泪止都止不住。我就知道，他们在骗我。萧景琛每日呕出的血，只多不少。什么天降奇星，什么娶妻冲喜，都是骗我的。萧景琛软下声调哄我，给我描绘出宫的蓝图，我却越哭越凶。萧景云进来时，见到的就是这样一幅场景。我躺在萧景琛的龙榻上，衣衫不整，肩膀一抽一抽。萧景琛的外衫也没来得及穿，坐在我身边，微俯着身子，温声软语地唤我芝芝。他大概是误会了什么。你们……他快速地背过身去，语无伦次，然后步伐凌乱地走了。当天晚上，萧景琛被几名大臣办在勤政殿，萧景云闯进了承乾宫。芝芝，怪我将你保护得太好，竟叫你分不清眼前局势。他单手负后，高高在上的睥睨我。你好好看清楚，这皇宫将会是谁的皇宫？我环顾空荡荡的承乾宫，并不稀奇。萧景琛自小体弱，多年前他拒绝立后，空置后宫，就有聪明人看清了局面。这皇位迟早是萧景云的，加上今年那位神医预言，萧景琛又日渐消瘦，早早有大臣站好了队。说的再直白些，萧景云连带着这宫内宫外的许多人，只等着萧景琛死。所以呢，我冷然望着萧景云。芝芝，萧景云突然放下了姿态，只是要娶个侧妃而已。你我之间何以闹到如此地步？我笑了一声。你若不满意，只让她做妾女，好吧？将来充盈后宫，你何必在意多一个自己的妹妹？再不济，她惹你不开心了，你把她打入冷宫，发配永相。你做了皇后，整个后宫都是你做主，还不好吗？我抽开被他握住的手。王爷要娶谁纳谁，无需与我知会。起身。王爷若是等不及，想背个擅闯皇宫，对皇嫂不敬的罪名，大可继续留在这里。于之，我转身。腊月18，萧景云突然一声冷笑。你的皇后做不到20日，你确定要选萧景琛？就是他这一句话。腊月18，所有人都只敢在私下偷传，陛下活不过今年冬日了。他何以如此笃定萧景琛会在腊月18崩逝？这个夜晚，我辗转难眠，总觉得有什么东西被我忽略了。迷迷糊糊中，一个又一个的梦境。一会儿是小宫女说，
大师原本也说陛下命数将尽，别无他法。就3个月前，突然说天降奇星，娶妻冲喜，或有奇迹。一会儿是萧景云笃定的冷笑：腊月18，你的皇后做不到20日。最后竟还梦到于婉。他落水醒来后，像换了个人，毅然决然地对萧景云叫嚷：这辈子打死我都不会再爱你。我猛地从梦中惊醒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天降奇星，奇星从来不是我，是于婉。我回家了，风风光光，趾高气扬。回家第一件事，去了于婉的院子。萧景云允诺娶她做侧妃，她的院子里堆满了待嫁物品。见到我，她神色一凛，随即挂起轻笑：哟，阿姐竟然有空回来了。我坐下，解下披风，露出脖颈上的红斑。哎呀，这大冬天的，妹妹屋子里有些热呢。于婉盯着我，恨不得将我盯出个洞来，转而又笑：阿姐和陛下真是恩爱呢。我莫名望着她。昨日王爷漏夜赶去承乾宫找我，妹妹不知道吗？我扯扯衣领，王爷实在粗鲁。于婉装不下去了：于之，你什么意思？不都是跟妹妹学的吗？我扬眉：妹妹该不会以为我嫁给陛下是在认输吧？兄死弟娶。我站起身，盯着他：听过吗？你放屁！于婉暴怒：云哥哥才不会喜欢你这样的破鞋。男人喜欢什么样的，你不知道吗？男人啊，都喜欢得不到的。于婉活了2辈子，恐怕比我更清楚。是啊，于婉重生了，我应该早些反应过来的。落水后，她第一次见我，惊慌失措地下跪，喊我皇后娘娘。突然对萧景云拒绝疏远，仿佛要老死不相往来。面对萧景晨的淡定从容，看我要嫁给他的幸灾乐祸。还有腊月18，是他经历过一次，劝萧景云耐心等待。我慢悠悠地穿好披风，准备离去。对了，离去前好心地提醒他，昨日王爷还跟我说，若我不喜，改纳你为妾女也是可以的。毕竟，我笑笑，将来做了皇后，是将你废之冷宫，还是赶之永巷，不都是我说了算？于婉面色惨白，我想于婉应当不会让我失望的。毕竟我这个庶妹啊，自小就蠢。我为何讨厌她？便是因为当年那绑走萧景云的番邦人是她引去的，就为一颗没见过的糖果而已。累得我过了1个月生不如死的日子，还自此成了萧景云的所有物。不过我也没想到会在门口撞到萧景云，他似乎把我们的对话听了个七七八八，一脸惊喜。吱吱，我就知道，你等我，等他才怪。我朝他笑笑，抬步就走。但萧景云还真配合，第2日他就撤了聘礼，要将纳妃礼改成纳妾礼。于婉同他大吵一架，那阵仗连我的院子都能听见呢。我没回宫，一来婚期将至，我本就该从娘家出嫁；二来回宫了，如何用萧景云刺激于婉？萧景云每日都来给我献殷勤，我不许他进院子，他就在院子外面，又是送礼，又是诉情，没人在意他，我只在意于婉的动向。可惜我待嫁之身，消息并不那么灵通。一直到大婚前夜，萧景晨来了，于婉有没有去找你？见到人，我就迫不及待地问他。在我的想法里，于婉既然活了2辈子，定是知晓许多天机。我故意刺激他，便是了解他。他见不得我好过的，与其让我做萧景云的皇后，将来打压他，嘲笑他，他恐怕宁愿萧景晨一直活着，看我爱而不得，看我偷鸡不成蚀把米。说不定他知晓如何治好萧景晨的病呢。这是我对天降奇星或有奇迹的唯一解读。明日你不打算离京？萧景晨却没答我的话。我愣了愣，竟完全将这件事抛之脑后了。我不走。我沉下脸。于之。萧景晨突然扣住我的手，你就那么爱他？他拈花惹草，三心二意，绝非良配。我为你铺了那么多后路，你不选，偏要选回到他身边。
萧景琛连进几步，将我抵在门框上。他翻墙来的，身上穿着夜行衣。几日没见，他又消瘦许多，愈显苍白，只眼尾一抹红，看起来委屈又可怜。兄死弟取。他低笑了一声，我都知道了。余婉去找过他了。原来你这么开心。萧景琛又低笑一声，放开我。罢了。他背过身去，明日朕会成全你。不是。我笑，不是开心他要死了啊。明日你不必进宫，朕会找人。不是，你听我说。不必了，朕已经安排好一切，今夜过来，只是……你先听我说啊。别说了。萧景琛。我拽着他的手，一下子将他压在墙壁上，靠得太近，萧景琛怔住。我盯着他那张抿得死紧的嘴，气不过，踮脚就亲了一口。让不让我说话？又亲了一口。让不让我说话？再亲一口。还让不让我说话了？萧景琛苍白的面上像是开了几朵春海棠，盖上一层红晕。我后知后觉，眨眨眼，抓着袖角后退2步。萧景琛眉眼一沉，扣过我的后脑，用力吻下来。萧景琛他真是个笨蛋啊！原来余婉找他，没说有什么法子能救他的命，倒是恶狠狠告了我一状，然后说萧景云要在大婚当日起兵谋反，他竟打算成全我。若我执意选择萧景云，他会不战而退。将死之人，争那些做什么？我捧着他的脸，萧景琛，相信我一次，明日一定有破局之法。此刻我坐在凤辇上，心下直打鼓。吱吱。萧景云作为萧景琛唯一的弟弟前来迎亲，他骑马跟在我座驾旁边，眉眼飞扬。今日我会给你一个惊喜，证明我的真心。我懒得敷衍他，假装没听见。他叹口气，吱吱，你这脾气确实得改改，否则日后如何帮朕帮我管理后宫？我闭上了眼，以免我的白眼翻上天。吱吱，等我。到了宫门口，他留下这句话，策马而去。我突然想起在番邦营帐的那1个月，他也曾真心待我，他为我流眼泪，为我夜不能寐。每次溜出去给我找草药，他都说：“吱吱，等我。”可人的真心啊，瞬息万变。我牵着萧景琛的手，拜天祭祖，接受万民朝拜时，突然杀声震天。萧景琛将我推入了金銮殿，前后半个时辰而已。萧景云虽早有了众多拥趸，萧景琛毕竟在位10年，又早有准备。我出去的时候，萧景云还在负隅顽抗，他似乎不明白自己为何败得这样快。看到我的一瞬间，蓄力冲过来，吱吱，跟我走。我躲在萧景琛身后，2把大刀架上萧景云的脖颈。萧景云脸上的血都是茫然的，下一瞬，更让他茫然的事情出现了。余婉急急奔来，径直跪下：“陛下，陛下答应过臣女，饶王爷一命的。是你。”萧景云恍然大悟：“贱人，你背叛本王，是你背弃我在先。”余婉恨恨盯着他：“若让你成事，岂不让你这对狗男女再伤我一事？”萧景琛显然不想听他2人拉扯，摆了摆手，示意将人拉下去。等等啊！我拽他的袖子，心也跟着直跳。没有了吗？还有的吧。果然，余婉一个磕头：“陛下，臣女还有一事。”说：“臣女有法可解陛下病症。”嗡，耳边一时竟失了音。赌赢了，又赌赢了。若成，求陛下。余婉朝我一个得意的笑，封臣女为郡主，赐臣女10亿3千，并赐萧氏罪臣为臣女的夫婿。今生今世，只可有臣女一人为妻。萧景琛蹙眉，显然怀疑他话中的真假。我把他的袖子摇了又摇，同意啊，同意，管他什么郡不郡主，妻不妻的，先同意了再说。萧景琛手一抬，准。余婉举荐了一个孩子，不满10岁，中原话都不会说。他坚称他是巫蛊族最后的传人，只有他能解陛下之症。
其实太后早年什么都是过了，看病、问毒、求神、拜佛，巫蛊之术她也曾听说过，只是巫蛊族都灭了，哪里找人来看呢？看着那个孩子，她心有疑虑，却也只能放手一搏。想不到那孩子嘴里叽里呱啦一番这样那样，竟真从萧景琛口中引出一条蜈蚣大的蛊虫。太后大哭一场。当年后宫波诡云谲，她实在不知是谁那么狠的心，竟给那么小的孩子施了如此毒术。我没哭，我还等着腊月18。萧景琛又呕了2天的血，之后一天比一天好起来，脸色红润了，吃得多一些了，丁点血都不吐了。腊月18，我盯了他1整日，很好，一切都好。这时我才真正确信萧景琛不会再突然病死了，背着他偷偷抹了眼泪。萧景琛真封于婉为郡主了，西南郡郡主，允他带萧景云离京。他们离京那日，我去送了。于婉早知道我和萧景琛并未被他离间，见到我就撇开脸，我非要杵到他面前，让他给我行了跪礼。接着我来到萧景云跟前，他还是罪臣之身，狼狈地坐在囚车里，看到我马上红了眼眶。为什么？他问我，为什么不能给我一次机会？我居高临下地望着他，我给过你一次机会了。在明白婚书为何物，在遇见过萧景琛之后，我一遍遍地说服自己，我会是萧景云的妻子，我不该让兄弟戏强，萧景云也需要我的。是你先放下了我。萧景云哽咽，抖着唇，没说出话来。我转身离去。后来我常常能听到这对夫妻的消息，他们成了西南郡的名人，成天不是在吵架就是在打架。据闻有一次硬生生从街头打到街尾，一个哭着我爱了你2辈子，你就爱我一下怎么了？一个骂着我这辈子都被你毁了，最后都打破了相。还有人说萧景云的躁郁症又犯了，一时暴跳如雷，一时躲在衣柜里瑟瑟发抖，一时要跳河跳城墙，日日新花样。于婉呢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不咸不气。啊，这伟大的爱情！来年春日，我有孕了。诊出这日，萧景琛正在朝堂上舌辩群雄。哦，舌辩群雄这个词夸张了些，毕竟他就说了2句话。朝臣力荐他再行选秀，充盈后宫。他叹气又叹气，朕自幼体弱，心有余而力不足啊，不弱，爱卿替朕来。我垂着腰，白眼翻上了天。好在有了御医的话，他恐怕是力有余也再不能了。有了身孕后，日子突然过得悠长起来，每日吃了睡，睡了吃，梦尤其的多。有一日竟然梦到萧景云，梦见他是皇帝，我是皇后，梦里还有于婉。他像从前一样痴缠萧景云，可萧景云一个眼神都不曾给他。终于他绝望地奔上了城墙。萧景云，下辈子我绝不会再爱你。一跃而下。于婉死后，萧景云突然发了疯，日日折磨我。都怪你，是你讨厌阿婉，朕才一直拒绝他，你何该去给他陪葬？我满身冷汗的惊醒。萧景琛敏锐地翻身，做噩梦了，将我揽入怀中，亲了一下我的额头，安抚地轻拍我的后背，我就又睡着了。然后又做了一个梦，梦里似乎是去年入冬时，宫里突然传出消息，萧景琛要选秀了，人人都在议论，当今圣上活不过这个冬日了。这个冬日，我掰着指头数了又数，不过3个月。背后是一层又一层的冷汗，眼前是这么多年过去，仍旧清晰的少年笑容。我去找萧景云，我想让他带我进宫，我想去看一看萧景琛，哪怕远远瞧上一眼都好。可一次又一次，萧景云陪于婉出街去了，萧景云带于婉放花灯去了，萧景云要改掉我们的婚期，好让于婉和我同日进门。我其实并未同他争吵，我只是理智地提醒他，婚书是早几年定下的，日期都写在上头。萧景云蹙眉，那一瞬，我的心跳得好快好快。我说，你难道想毁了婚书吗？
他不耐烦地瞥我一眼，毁就毁了，婚书而已，撕了重写一份不就行了？纸片雪花般落下，门外脚步声匆匆离去，窗外秋风吹落叶间的晨露，滴答。我撑着桌面，如释重负的跌坐在地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